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小夏。今天在这里，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中国最近的一个焦点人物郭文贵先生。郭文贵先生最近不断的爆出关于中国政坛的一些，应该说是猛料，在政坛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也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跟我坐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事东方。东方曾经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他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我们今天来欢迎东方，我们也欢迎郭文贵先生。郭先生您好。小夏女士，东方先生，你们好 ，VOA 的观众好，我是郭文贵。还有我要先向我的推友们问好。这样，下面我先交给东方，不过我预先要先说一句话，是那个郭文贵先生在节目上说的话呢，他的立场和他的爆的料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欢迎在事件中涉及到的任何个人、任何事件的相关人士呢，他们也到美国之音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同样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时间段，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为他们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可能一些指控来进行这个辩护。非常希望呢，中国官方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给大家进行一些解释。东方。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东方。我们以前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那么很高兴这次龚小夏女士的邀请我和她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们知道龚小夏女士呢是美国的专家，写过多本著作。那么我又在北京待了多年，那么对北京的政坛政商勾结的情况、北京腐败的情况、北京的民怨，这个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很高兴呢能够辅佐龚小夏女士一起做这个众所瞩目的专访。就在这次专访前夕呢，我们突然听到了，就是昨天夜里，中国公安部突然对郭文贵先生发出了红色通缉，也是红色通报，也简称为红通。那么外交部呢，也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下面先看看我们刚刚从北京收到的外国记者，这个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的这个问答对话的实况。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的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具体有关情况，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那么，这个郭文贵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他进行这个红色通缉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是说他涉嫌行贿，特别是涉嫌向马建，就是前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马建行贿6000万元人民币，折合872万美元，872万美元，这个数字呢也是相当的庞大。那么为什么这个行贿的事件大概发生了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这个对他发出这个红色通缉呢？小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不是跟美国之音这个直播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我们要直播对郭文贵先生的采访之后呢，我们也接到了，就郭文贵先生据他自己说，他接到了大量的这些上边有关的一些人的来的打招呼和压力吧。那么星期一呢，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根据北京一些官方的渠道，就得到消息说，大连市公安局已经对郭文贵先生正式进行签发了拘捕令。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听一下郭文贵先生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好，谢谢龚小夏女士、东方先生。这个今天坐在这个VOA 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文贵还是非常的感慨良多啊。我首先要向我的所有支持我的推友们，还有 VOA 的观众们问好。我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昨天晚上都没有休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能否顺利的播出。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首先，我对所有为此努力还关心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现在回答这个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之前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
这个是在我2015年1月10号上百个特警进北京，到我抓捕了我270多个员工和我8个家人，编控了3000多人的员工的这个情况下，一直到今天已经3年了。这个纪委加公安的专案组在办案过程当中对我的家人和员工的虐待，可能在明镜1期和2期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在3年以后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又恰恰是美国之音公告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3天后，也是我在推特上这个公告的，大概是3天后，这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那么据我所了解呢，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呢，它有3个必须的条件，大家可以到这个红色通缉这个国际这个刑警网站上。第一个，他必须和当事人有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后，他才可以发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二个，一定和所在国犯罪和他的真实身份、真实的这个资料核实后，才能去发这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人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他只具备了一个通报的体制，他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执行机关，他只是说白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农村里边的一个播音员而已，他没有执行权利。而恰恰是在美国之音要这个进行这次直播采访的时候，这几天来我们过得很辛苦，这个也很兴奋，因为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都要说服我们不播这个节目？同时也有很多人鼓励我们播这个节目。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威胁我们，各种威胁都有这个我在这不一一细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官方第一次站出来对郭文贵的案件进行了答复，这个是让我很高兴的，因为。过去3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说，都是造谣，通过财新杂志、博讯来造谣来关于郭文贵的信息。这是终于有了官方的这个回答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得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当中呢，这个所涉及我个人信息、护照我没有，身份信息没有。犯罪的所谓跟马建副部长的这个行贿6000万，这完全是虚造的。因为我现在不方便这个公布的，就是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和中纪委和政法委派来的代表在伦敦有过3次见面，这3次见面当中都谈到了很详细的所谓的马建的案情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布这所有的细节，这和他所有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建副部长当他的案情公告之后，你们就明白了，这是一次完全的想阻止美国之音的播出进行的临时的一种威胁和临时的一个非法的这么采取的措施，这是让人非常意外的。现在我有点问题想跟您提。